大家好，这里是君园艺。现在是6月份，那这些郁金香的花呢，早就已经开过了。那郁金香的这个花后要如何处理呢？怎样修剪呢？现在我们来说一下。最早的时候啊，像这些，它开过花以后呢，上面会打籽。那我首先要把这个剪掉，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不需要这个郁金香的籽，也不想让这个花籽呢吸收过多的营养。我们想让这个营养通过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更多的回到它的根茎部。所以说，上面这个花后呢，就尽早的把这个籽儿剪掉，打籽儿的这部分剪掉。那像这些郁金香呢，它是在这个玉簪花下，看有的是甚至就被这个玉簪花的叶子盖住了，所以根本就看不到。那我可以等的晚一些，等这个叶片完全黄了蔫了的时候，我再剪它。我现在呢，打算就先将它们留在这里一段时间。当我们看这些郁金香呢，就显得有点乱，这个玉簪花比较小，根本挡不住它们。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叶片已经有一点点蔫了，我就可以进行修剪了。其实像在植物园啊，或者是校园很多商业场所的花园中呢，这个郁金香它是作为1年生来使用的。因为它虽然是多年生植物呢，但是它第2年的花型啊、生长情况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说，如果用郁金香来做图形的话，做这个 pattern 的话，那最好呢就是1年1种，就是秋天种，然后春天呢让它长出来，然后就去掉了，就不要了。但是我们自己家种呢就没那个必要了。虽然说它长出来可能会缺1、2株，但没关系了。我觉得反正我的话就是看这儿缺一个，我可能再补一个，因为这个也是混合花型的，不是说固定要做什么图案的，我只是用它来做边儿。那它的具体修剪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沿着这个根儿把它剪掉就可以了。这样就行了。当然了，这个郁金香的修剪不是必须的。如果从这个植物的健康状况考虑的话，最好是等这个叶片完全的干掉，让它自然的这个萎缩。并不用修剪啊。但是我们为了这个花园整体的美观，你像它长在这里并不是很好看，它的花也没有了，所以就剪掉就可以了。像为什么这个郁金香要和这个玉簪花一起种呢？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玉簪花的叶片可以完美的把它遮挡在下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等它完全自然的衰退，它叶片所有的营养呢都回归于根茎，然后再进行修剪。那这些呢也是遮挡不住的，在这里并不是很好看，需要剪掉。这边还有几株。郁金香呢，在加拿大就是秋天种下去，然后春天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啊。它可以呢作为边儿，也可以在树底下，种一片，或者是在花园里作为填充，都很漂亮。这个花园里呢，我都是做边儿用的。
这个是那个黄水仙，它的这个修剪跟郁金香也是一样的，剪掉就可以了，齐根剪掉就可以了。这样呢，这边就看的不会这么乱。这边还有一颗。这一株玉簪长得比较大，这边这个长得就比较小。一会儿我要把它们分颗，重新整理一下。好，今天就分享这么多，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了。